大家好，我是江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8月16号，那距离上一次更新视频已经过了2周多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暑假嘛，带着家人出去逛了一下，再加上前段时间的一个极端行情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对 Coin2u 这个平台有了一些思考。种种原因吧，最近2周都没有更新。但是呢，我一直会有在油管的帖子这个功能下面发一些截图还有最近的一些近况。这边3周前，当时因为以太坊的一个极端行情，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迷雾》这样的一个电影。后面的话，陆续的行情有了一些回调，那 Coin2u 也实现了一些盈利，也会有一些朋友跟我讲他们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功能除了我自己来发帖之外，大家也可以在我的频道下面去分享大家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讨论和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好，那这是关于油管的帖子的功能的一个介绍。那我打开一下这个以太坊的一个行情，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的行情是属于以太坊的行情，因为比特币其实虽然前段时间也突破了新高，但它的走势相对于以太坊来说还是相对弱一点的。那以太坊它属于山寨的一个代表吧，所以说它的一个波动也影响了其他的一些山寨币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波牛市，就是从6月24号到7月20号以及7月21号这波一个疯涨。那也给我们 Coin2u 玩家带来了很多的止损，但是呢，从7月21号到8月3号这波回调，其实很多朋友都实现了一个盈利，也不能说盈利吧，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止损得到了一些弥补。再往后的话，就是从8月3号到8月15号的这波涨幅吧，但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强度相比于上一轮还是弱很多的。那最近2-3天，以太坊又带来了一个回调。那有了这2波的一个回调，其实让我们的整个 Coin2u 的机器人现在的话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好，那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主题还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账号的一个整体的回顾。那老观众知道我其实最开始是投了5个8000U 的一个机器人。那前段时间因为OE的止损太多了，那我也把它给进行了一个全部停仓，这是上期视频的一个内容。那从上期到现在呢，整体的一个收益是怎么样呢？那我就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那我们首先看 OE 这个账户。那 OE 这个账户最近的话，你看7月21号那一天，因为整体的一个上涨，但是到了21号之后开始进行一个回调， Coin2u 就实现一些盈利，资金的整个的一个收益也开始上涨。到了8月8号的时候，以太坊又进行了一个上涨，那这边又进行了个回调，这是最近的一个收益的情况。那为什么没有超过7700呢？那非常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 OE 的这个账户又出现了一个币的止损，是在8月12号这一天 Link 这个币出现了止损。那其实这个账号的话，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止损，所以说我近期可能会把这个账户给停掉。那在这边也给大家同步一下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回顾。OE 的8000的账户是从3月28号开始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3月28号到今天，我整个的 OE 是整体的是盈利还是亏损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还是盈利了3555U。对，事实就是这样。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止损，但这个账户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个盈利。那为什么我要把它给停掉呢？是因为这个账户是我第一个 OE 的账户，我当时这个账户没有用任何邀请码，都导致我现在是没有手续费返佣的。所以基于这个情况，再加上确实最近每个月都有止损，那反正体验不是很好，那我就决定后续陆陆续续的把这个账户停掉，或者说不加币，让它先跑着，然后再开一个新的 OE 吧。好，那第一个账户虽然有了一笔止损，但整体还是盈利的。最近好像每个月都有亏，没办法，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它带来的一些负面我们也要去接受。好，那第二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了，是这个币安的账户第一个币安已经停掉了，那就是第二个币安。那这个账户从上一轮牛市到现在，就上一轮7月21号往后，其实是没有出现任何止损的情况，每天都有盈利，甚至在1号这一天有150U 的盈利，所以这个账号在近30日盈利达到17%，
那这跟官方宣传的月化5%到30%，对吧？是有一定的相关联的。那这个账户从开户到现在也累计盈利了1100U。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累计盈利的图，一直盈利，止损了一个币，又盈利，又止损了一个币，在7月17号的时候，那最近又到了历史的一个高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合约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但其实我们还有手续费的返佣啊，大家都会用一些邀请码来注册币安账户的话，我们还会得到平台的一些返佣的奖励。反正整体表现还是我满意的。那这里面要隆重说一下这个账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 OE 我们止损了一个 link， 其实这个 link 其实也挺可惜的。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其实是已经超过了回本线嘛，盈亏平衡线，但是呢它离止盈线还差一点。那一天我其实是看了的，但是基于对机器人的一个信任吧，或者说完全不去干预它，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把它给止盈掉啊。那一天应该是在8月3号那一天。Link 它其实从20.58左右一直跌到15.3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盈利的，但是没有到机器人的止盈线。那后来行情出现了一个拉升，它就被止损掉了。那一止损完，行情又开始进行一个回调，那其实还是怪可惜的。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去手动干预呢？回到8月3号这一天，Link 看跌的这一单，它其实已经到了那个盈亏平衡线，但是盈利其实不是很多。那我在想，既然已经回调了，说不定再等等能到达止盈线嘛。那目前我的观点还是不去手动干预它，那止损就止损了。因为当你对一笔交易有了这种干预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开启的这20笔单，然后乘以5个账户就进100多个单，你都会去想着操作它。那可能有的时候你能猜对方向，但万一你的操作就是让你没办法获得更多利润的时候，其实你又会产生难受的情绪。为什么我要聊这个呢？因为币安这个账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个AVX 这个账户，当时也有一个和 Link 一样的情况，就在7月28号这一天 ，AVX 已经快止损了，然后回调了一下的时候，当时我在想，已经回调了，要不要就提前把它给停掉？但最后我也没有干预。那迎来了一波反弹之后 ，AVX 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利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仓位历史记录，可以找到这个记录，找一下，应该是带来了100多 U 的一个收益吧。那在这儿，先是在8月1号的时候有一个123 U 的一个收益，然后近期的话8月4号又有一个40多 U 的收益。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干预了它，可能这两笔近200 U 的收益我就获取不到了。而且，如果手动干预，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接近我们自己手动去操作合约的一种类似的感觉呢？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圈里面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喜欢自己手动干预的。那之前我会劝大家说，不用手动干预，交给机器人来操作。那因为7月中旬那一波让很多人止损了，现在我也不敢给出很笃定的这个建议。那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理解来操作机器人。反正我这边的态度和观点就是完全托管，交给机器人，止损了就申请补贴。那币安这个账号最近的收益确实非常的理想，而且整体的浮亏也很少。目前好像就 TRX 这个币没有回调到位，对吧？就只有600的一个浮亏。好，那下面就是我们表现最好的BG 的账户了，那也是我一直在安利的。好。第一个是我这样的一个牛市 AI 的子账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账户的一个累计盈亏图。那这边有3根的这个线，它的含义，第一个是总盈亏，也就是说我们实际这个账户给我们赚到的 U， 那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一直上涨的走势，到8月15号，这个8000账户已经给我实现了2340的一个收益。好，那第二个紫色的已实现盈亏，那这个就是我们合约单子给我们做单带来的盈利，而未实现盈亏就是所谓的浮亏。因为这个已实现盈利的统计的数据其实就跟 Coinit2U 里面我们每日收益的那个是一致的，跟这个是一样的累计盈利。因为这边的这个收益它也是不会去考虑浮亏的情况，它只会考虑合约给你赚了多少。
所以只要不出现止损，那么这个紫色的线就会一直上扬。但是呢，如果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灰色的这根线它是会有剧烈的波动，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浮亏，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超过水平线的，也就是说它永远是负数。但是你总盈亏不一定是永远是正数，对吧？因为你看像在6月21号这一天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其实你实际上如果这时候你选择停掉机器人，你是有亏损的。那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BG 的这个图，因为我觉得这个图是最适合我们跑量化的。紫色的是合约单的盈利，灰色的是浮亏，蓝色的这根线就是我们用这个平台实际赚到的钱。这个资产走势为什么一直接近8000呢？是因为但凡有了盈利，我们就会把它取出来，而且我也会在油管上进行同步。我们可以看一下交易分析。那这个交易分析，这根就是每日已实现的盈亏，也就是合约做单的一个情况，那也是每天都在盈利。我们可以看一下，从7月21号往后，每天大概都有20U 左右的一个收益的情况。所有的这些数据的综合表现，其实就构成了累计盈亏的这根图。我觉得这个图是最适合我们 Coin2to 玩家去理解和观察我们账户的。好，这是我的一个牛市 AI 的账户，也是从开始使用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账户。虽然它赚钱不是最多，因为赚钱最多的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收益的这个账户，因为那个账户是从3月份就开始跑了，这个好像是从5月份开始跑。对，我们其实可以期待它一下后续它的表现。那又回到小轩账户是否真实的那个话题。对，如果再过1年或者说2年，大家可以观察我这个账户是不是也可以实现资产翻倍呢？我觉得最有戏的就可能就这个牛市的这个账户了。好，那切到我的另外一个 BG 的账户，是这边第2个 BG 的账户。那开始的时候我是用的是100万的策略，但是因为前段时间那波牛确实有吓到我了，那我也把很多的策略全部换成了牛市 AI 的策略。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账户也是一个牛市 AI 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到合约，点今日盈亏，点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表现。那刚刚那个账户是紫色的，是一直都在盈利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币出现止损。那这个账户在7月12号出现了一次止损，所以说还有了一次大的回撤，对吧？我终于理解回撤是什么意思了，这根线就叫回撤。好，这个账户最多的一天是在7月20号那一天，一共亏1800U。那如果当时我选择停掉这个账户，那就实际亏了1800U，而实际的就是我确实在很蠢的那一天停掉了4个极速 AI 和1个币安账户。其实现在每次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很后悔，但也很庆幸。庆幸什么呢？庆幸我没有全部都停掉。如果全部都停掉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从-1800到1500这边近3000U 的这个收益我也享受不到，好吧，还是挺可惜的。不然我这边可以带来蛮多的盈利的。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看现在，看未来。那这个账号在8月16号这一天已经给我带来了整体的已经有了1500U 的收益。好，这是我的最后的一个账号。那我的4个现在剩余的4个8000U 的账号也都回顾完毕了。结合以太坊这波走势，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 Coin2to 机器人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它其实是怎么样的？就是吃波动。比如说你的这个行情在涨，我们现在这时候就会扛浮亏。但凡有了这样的一波回调，那我们就会实现比较大的盈利，因为这时候你已经见多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山寨币它的波动会比较剧烈，像 CEFX 这种币的话，那你就会出现止损。但大部分的币还是会帮你实现盈利，所以说我们需要做到币的分散。那站在8月16号这一天，你可以预见到哪些币未来还会有 CFX 的那样的走势吗？其实是很难的。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做好分散。然后呢，你看到了8月2号之后，以太坊又进行了一波拉升，那我们又可以建仓。14、15号这波回调，大家又会得到比较大的收益。其实很多人会说Coin2to 这个平台不靠谱，对吧？我看到群里面有朋友说白瞎了这么好的行情，从4月9号近期的一个低点1400左右，一直到最近的4700，就大概翻了有3倍左右吧。那我想问的是，你真的能拿得住吗？或者说你真的会抓住这波行情吗？可能有很多厉害的人能抓住。其实我也有在很多合约群里面，有很多朋友其实是就算是牛市的行情，他依然也获取不了很大的利润。
但是 Pointer to You 会给予很像这样的一个走势吧，就是我们能时刻的关注行情，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大家心态好的话，还可以获得一些利润。还是那句话，就是 Pointer to You 这个量化的软件只是我们众多投资方案中的一种。我们除了在 Pointer to You 里面做好币的分散之外，我们也要做好投资途径的分散。比如说你可以定投一些现货，自己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行情的理解做一些低杠杆的合约，尝试着去体验一下这个市场的走势。那甚至你可以只买理财，再甚至你可以不要去接触数字货币，可以在传统的金融去买一些定期的存款，也可以帮我们实现一些稳定的盈利。所有的高的收益肯定是与高的风险相伴的，那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好，那在整个视频的最后呢，我分享一下群里面我们有一个朋友的一句话，叫做你永远赚不到超过你认知范围的钱，除非你靠运气。但是呢，靠运气赚的钱最后肯定又会靠你自己的实力给亏掉，这是一种必然。你所赚的每一分钱本质上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变现，而你所亏掉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缺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就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或者世界就会有100种方法来收割你，直到你的认知和自己的财富相匹配。所以说我们无论做投资还是任何跟赚钱相关的事情或者盈利相关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认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有一点鸡汤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会有一些思考。最简单的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图，就在7月21号这一天，那其实我的社区里面有一个大佬，他在 Pointer to You 上投了很多钱。在7月20号附近，他其实完全不关注行情的，他就很信任这个机器人。但是因为我想本着对他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会把最近的一个高浮亏以及一个山寨机可能会到来的这个情况跟他做了一些透气。我跟他说了一下，他是完全不在乎的。他说既然我选择了，那我就愿意相信并坚持下去。那最后市场也给了他很大的回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最近的这个走势与我们 Pointer to You 机器人配合的一个默契的情况吧。很多朋友全部都倒在了这段时间里面，很多我的群里面或者我的社群里面至少有1半的朋友都在这边进行了一个停止，坚持下来的人最近都获得了盈利。那相关的还是这句话，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呢又决定了你的一个收益的情况我觉得这只是我的一个分享。然后还是刚刚我们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油管它是有一个发帖的一个功能。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想探讨的，都可以来这边进行一个沟通吧。好，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给我的视频进行点赞、留言，谢谢大家。